Hello，大家好，今天是12月20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经历了一周的回调后，在昨天终于出现了一个像样的止跌信号，运线上破，反弹看涨，圣诞行情难道马上要来了？特斯拉反而是高位停顿了一下，日内出现了收敛三角形，这里突破是要加速拉升吗？美股止跌少不了英伟达的反弹帮助，但这次真的是见底，还是依旧只是一个死猫跳呢？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69期的视频。那么阿哲依旧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周复盘观点。那么第一部分我们最重要的是指数的市场方向观察。阿哲会通过 K 线的运线以及变盘技术来告诉大家，目前的市场在日线级别它是风险还是机会。同时阿哲也会说到，如果市场这一根阳线你错过了，那么后续有没有更好的一些介入点位，这是我们第一点和第二点会讲到的。而最后我们会在第一部分的第3小节讲到日内30分钟之后的一些介入机会。而明白了第一部分的指数方向之后，我们再看到个股解析，阿哲会在第2和第3部分讲到特斯拉、Meta、英伟达、谷歌、甲骨文、MSTI、微软、博通、AMD、HOOD、APP、Circle、SMCI、OKLO、PLTR、Coin、CoreWeave、美光以及亚马逊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对您依旧能够产生帮助。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有一个温馨的提醒，你会发现阿哲视频当中的目录内容是比较多的，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会偏长。但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只个股您都感兴趣去收听它的一个解析，所以阿哲呢也把每一只股票的时间轴以及它的段落都分好了，大家可以点击对应的时间轴观看最想要优先观看的那一只标的的分析。不过阿哲唯一的建议是，第一部分可千万不要跳过，因为它是最为关键的，也是阿哲视频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可千万不要只简单的看一只股票的买点和卖点以及止盈止损就结束本期视频的观看，那么你将会错过很多的内容。我们来到第一部分，所谓的运线它是什么 K 线？那么第一部分呢，我们要去学一下 K 线的一些基础的知识。所谓的运线其实就是身怀六甲的一种传统的2根 K 线所构成的一种 K 线组合，我们也称其为运线或者子母线。那么它的一个表现形态是，它会有一根比较大的实体阴线，而这根 K 线我们就叫做母线。那么在它的第2天出现了一根小 K 线，实体较小，那么这叫做子线。那么运线的一个形态表现就是第1天是长 K， 第2天是小 K， 阴阳之间不用太多的在意。我们相对有比较严格要求的是，子线的实体要在母线实体当中，同时呢是先有母线再有子线，子线在母亲的一个怀抱当中。如果是更为严格的要求，我们还需要子线的最高价和它的最低价被母线的实体所覆盖，这是最为标准最为严格的。那相对宽松一些的话，那就是子线的实体在母线的实体之中也是可以的。而这种形态也被称为市场当中最常见也最容易产生误解的形态，因为很多人呢是相对要么看涨要么看跌，对于市场是这种看法，所以他会经常认为 K 线的一个形态要么就看涨要么就看跌。但子母线运线恰恰相反，它呢既不看涨也不看跌，它很多时候代表本次的趋势方向是一种停顿状态，即将选择。所以你会发现运线之后股市呢有涨有跌，所以运线它往往也产生于市场的趋势延续的这种 K 线，也有可能是趋势的一个反转。那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属于反转信号还是延续信号？我们就要关注的是它的趋势和它的位置。这个答案它其实并非由这2根 K 线去决定，而是它所处的地方、它所处的环境、空间的高低以及后续 K 线的变化，这些都是影响它是属于趋势延续还是趋势反转的一个要点。而当前的美股市场其实就出现了运线，而且不止一次产生，所以第1小节的内容阿哲把运线放在了最前面。像之前这一波上涨有神奇九转产生，我们提醒过风险之后，它其实产生了一段时间的运线构成，只是不太标准。而市场呢选择是下跌，而近期呢出现了大跌之后，第2天出现了一个相对也不算特别标准的运线，因为它的最高价格子线是超过了一点点母线的实体，但也算是它的整体实体呢在母线实体之中，所以它这里高位有一个运线，低位也有个运线，所以当前我们就需要去识别目前最新的运线属于趋势反转还是趋势的延续。那么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去分辨呢？其实很简单，就运线的方向，如果
依旧后续股价在母线的一个范围之中，它就说明还是属于震荡，还是一种停顿，那么市场就是无方向状态。我们很多时候不要在这里面去随便做交易，除非你做高抛低吸。所以母线的高点有压力，低点有支撑，而后续价格越快的往某个方向去收盘突破，那么它就越能够表示它究竟是当前方向的延续，亦或者是当前方向的一个反转。所以这个地方收盘价跌破之前的母线的低点，而后又是一个加速上涨当中，那么这个地方就小心它是一个高位趋势反转。而如果市场是短期停顿之后快速的就收盘价突破之前母线的高点，那么就说明它会延续之前的方向，延续上涨。当然这里面还涉及到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趋势方向下它的突破一般就伴随着真突破和假突破。我们去规避这种假突破，而识别真突破，往往就是高手和普通交易者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日常的一种区别。那怎么样去定义这种突破是有效还是无效？首先阿哲呢从几个点告诉大家。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时间，如果往往市场它处于上涨途中，真的是一个延续状态的话，它其实不会停很久，它会很快去突破。这个时间我们最好界定也是在3到5天之中，最好是隔天立马突破是更好的。那么第二种就是市场当中的一个方向，在突破之后，我们要求的是尽可能它是要站稳母线的高点的。所以后3天是一个观察周期，后3天不要出现明显再来一根阴线跌回来。如果明显出现快速的突破又快速跌破，那么很确定的一点，它是假突破的概率是极大的。而向上如果是假突破，那么真的突破就可能是要往下方向，而这种向上突破一般就是一种诱多行为。所以我们要小心的是运线上破之后快速跌回母线区间的动作，以及下破之后快速回归母线区间的动作。我们看到近期市场当中运线的一个表现，所以你会看到的是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一个运线，只是不是最标准的。而这个运线后为什么股价向下破而却出现了上涨？因为它跌破的第一次是这一天，破了之后第二天站回来，又破了之后又1、2天站回来，而且站回的力度都不弱，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假跌破。那么假跌破意味着它的方向可能就是往反方向运行，这里只是一个诱空行为。真正的跌破，真正的运线方向选择，它不会出现那么尴尬或者说那么纠结的行情。正常就是跌破的时候很强劲，跌破之后短期它就不会再去靠近，它不会去拉回。也包括之前这个高点，在快速的跌破之后，市场就不会再选择快速的回来了，它会往之前的方向选择的方向去快速的运行。所以当前的美股市场有一个不标准的、不规整的运线，市场呢是在一波下跌当中停顿。之前呢高点都在降低，低点也在降低，而这一天开始低点抬高，高点降低，出现了一个小级别的收窄状态，这就是一个运线。所以运线的日内走势一般呢就是收敛或者说力量的积蓄，然后选择某个方向的突破，也可以认为它是一种小级别内的三角形或者说震荡行情。目前的特斯拉就处于这种纠结状态，还未出现一个突破，而指数已经突破，而且突破的力度它很强，直接是高开高走，而且实体大部分都在母线高点之上，属于压力位的有效突破，而且它是一构成运线立马突破，所以从相对的力度来讲是很强势的。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下周的交易日，它不要出现明显阴线跌回，如果突破之后快速跌回，说明这个地方它是一种诱多行为。那么诱多行为在下跌途中就是一种反弹高点，而它的真正目标可能就还要打之前母线的低点，再破前低，就跟之前这个地方它反过来。之前这里是先有效跌破而快速收回，告诉我们这里它就是一个最后一跌，它就是一种诱空现象。而如果这个地方反过来出现突破之后快速跌回，就要小心它可能是一种诱多现象。那么现在做多的同学，已经提前买入的同学，你就可以以此作为日线的观察点。当然短线上呢，我们会在第3部分讲一下，如果目前你做短线，其实有一个更好更及时的方案，在日内可以去观察。以上就是第一部分运线的方向选择，那么它其实也算是一种价格走势的一种震荡到有方向有趋势的产生的过程。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2部分叫 K 线的变盘技术。这个技术如果您是老同学，应该不止第一次收听了，因为我们在近期刚讲过，在8天前阿哲其实有更新过一次视频，这个视频当时就讲过，美股在目前这个位置容易出现变盘高点，是一个逃顶时刻的到来吗？当时我们以此为主题去讲到这个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很简单，
我们如何能够识别出当时这波上涨到了这里，除了有9号 K 线神级九转的产生有一个小心风险的提醒之外，怎么去知道这根阳线它是一种变盘 K 线？那么之前的视频讲到的变盘技术很简单，就是 K 线的颜色，只要出现了阴阳的一个交错，比如说这里是阳线，这里是阴线，而它只要保持4天每天的阳和阴它都跟昨天不一样，那么这4天 K 线一旦产生，后续只要出现连续的同颜色的 K 线，那么就容易构成变盘。上涨出现容易是高点变盘，下跌出现容易是一个低点变盘，是吧？以此去确认之前这里是一个反弹高点。而我们看到目前的一个 K 线，你其实没有看到这种颜色的变化，因为它都是连续2根阴线，然后1根阳线1根阴线，然后又2根阴线，所以目前这里的颜色和之前是不一样的。那么当下有什么变盘技术呢？其实也是有的。我们除了一种阴阳交错的变盘之外，还有另外一种也是通过 K 线颜色识别变盘的方式，那么就是另外一种股价的颜色排列。阴阳交错呢是看4根 K 线，而后颜色的交错变化。那么另外一种变盘技术，当市场出现了连续的2根同色 K 线，而后夹杂1根异色 K 线，再紧接2根同色 K 线，那么这种5根 K 线的组合将会构成我们另外一种奇特的加速和趋势强劲过程当中的那种变盘点。这种变盘点呢出现的比较少，阿哲呢讲的也比较少，阿哲更多的用的是之前所讲的阴阳交错。当然这种方案呢也是有效的，所以阿哲今天呢也在市场即将出现这种变盘点的时候去告诉大家。当前我们所看的就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在这个图表当中有一个标记就是这个 R 的标记，它就是阿哲把2级变盘我们所今天要讲的变盘点给它进行标注出来。如果您是财生同学，您打一下2级变盘应该都能够显示得出来。那么这种变盘点的特征就是它前面呢会有2根同色 K 线，而后呢有1根异色 K 线。好，这根异色 K 线之后又接2根同色 K 线，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212的组合。那么212的组合之后，它只要打破这种规律，就会产生变盘点。我们看到2根阳线1根阴线2根阳线，那么接下来应该是阴线，但你会发现它这一天却是一根绿色的阳 K 线，所以这根 K 线是变盘点。它在强势上涨当中的回调，所以这个地方呢它可以界定为回调低点。当然我们可以更加右侧的判断，就是它要有效的突破它的高点，而后不跌破它的低点，那么我们可以确认这里是一个变盘低点。而后你会看到这里又有一个变盘点，前面呢是2根的阳线，而后1根阴线2根阳线，所以这里又是212。本来这里应该是阴线，却是一根阳线，所以它的高点要突破，低点不能跌破，低点如果跌破，这里是高点，那么股价呢容易向下变盘。而向下变盘当中又出现了，这里是2根阳线，这里是1根阴线，这里是2根阳线，所以这里又是212之后价格走势下一根本来应该是阴线，却构成了阳线，所以这里是变盘，低点不能被有效跌破，高点要被突破，价格后续选择突破高点，所以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延续上涨。变盘呢有2种特征，一种就是转折低点变高点，高点变低点，这是大概率事件。第二种就是加速有时候会延续当前方式。而后我们再看到像这个点它其实也是变盘点基本都是212阳线变盘，包括这里都是212阳线变盘。价格走势它有时候变盘点出现之后可能就是由之前的上涨转为了震荡它不一定会每次都转为下跌有时候会由上行转为震荡调整，而后跌破呢又不是很有效，所以每次跌破又站回来，这种地方呢就说明底下有支撑，后续选择向上突破，股价呢回归上升趋势。包括这个变盘点，第一点被破，第2天就站回来，第3天又跳空突破，所以这里呢又是一个延续上涨。而这种变盘点其实还是比较少见的，比我们之前所讲的阴阳交错少见很多，至少最近呢也就只有这个地方曾经出现过一次。而后它的高点被突破，低点没破，股价趋势呢延续看涨。那么当前它没出现，为什么阿哲要讲呢？因为最近它产生的是2根阴线1根阳线2根阴线，所以这里呢也是212的一个组合排列。那么212之后就要打断它的一个变盘点了。很明显目前没有打断，因为212这一个位置的阳线就是1根的，那假如下一根如果还是绿 K 线是阳线呢，那么就是变盘点。那如果周一的 K 线它不是，它反而是阴线，那就说明还在这个序列当中等待变盘。所以阿哲对于下周的行情呢有一点点的测算的一个方式或者说思路，大家可以听一下做个参考。如果下周出现的是周一继续收阳，而且是重心向上这根阳线，
就要小心了。反弹当中遇到变盘点，而且是2根阳线的变盘，正常来讲是反弹高点的概率会比较大。所以短线如果日内做过多头，而后在周一收阳还上涨，特别如果这个涨还是加速的话，一般来讲做首次的高抛问题基本不大，大概率会卖在一个普遍的高点上。好，那么假设它不是阳线而是阴线呢，并且它一旦收的是阴线，那么正常它要产生变盘点，可能就得要在过2到3天之后，也就是说一旦周一收阴线，那么变盘点将往后看多2到3个交易日。好，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观察角度，并且阿哲呢是经常会这么去观察。那么阿哲感觉还是蛮有意思的，并且很多时候确实给到阿哲一些比较不错的判断点位，一次一次帮助阿哲去识别到某些变盘的高点和低点以及延续点上。那么今天也教给大家，希望这2个知识点，运线 K 线的突破以及变盘 K 线颜色识别变盘，这种技巧能够对您有所帮助，接下来的交易在个股和指数上都能提供一些新的观察角度。那么听到这里如果您是老同学，可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您宝贵的爱心宝贵的点赞。那如果您时间呢相对的充裕，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底下评论区留下您宝贵的评论，亦或者是一些对阿哲的建议，那么阿哲看到也都会很开心。同时，如果您是我们的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也希望，如果阿哲视频对您有所帮助，能够让您学到部分的知识点，能够有所收获的话，希望大家也不要忘记点击订阅阿哲视频。订阅之后您会显示已订阅，那么就说明您成为了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那么未来我们可以一直探讨技术分析和美股行情的分享。当然这里呢，阿哲也希望大家可以把全部的铃铛给点开，这样的话，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每一个观点和知识点发布之后，都会有系统首先通知到您，那么您就不会错过阿哲后续的每一期视频和每一个观点。那么感谢您首次相见就能够订阅阿哲、点赞和评论阿哲视频，感谢您的支持。第3部分我们要讲一下30分钟的反转结构，如何通过纳指的日内的一个级别的价格走势而去提前的买进，甚至呢是买在市场的突破之前，这有没有方法，有没有这个技巧？其实是有的，而且我们最近一直在讲。我们现在看到这一部分的知识内容，那么当下你所看的是阿哲在盘中时所发布的2张图片。那如果您是财神同学，亦或者是订阅了阿哲的粉丝同学，那么您只要是跟助教老师是有所联系的，应该看得到这2张图片，都是阿哲呢盘中时所发布的。那么第1张是在12月17号所发布的，当时市场呢出现了连续下跌加速之后的一根反弹阳线。那么这个阳线下，它为什么被定义为反弹？我们是通过一个方式去判定的，而且这是30分钟的图表。那么在12月19号，阿哲在频道当中又发送了一张图片，也是盘中。那么当时我们有看到的就是阿哲所画的这些线条，就是对于后续趋势的一个判断，而且打了一个勾。那么为什么之前都是打了叉，而这里打的是勾？为什么这一波上涨它后续不是反弹，而能够延续到我们本周周五的强势反弹突破？这个方案叫做什么呢？叫做趋势的反转3部曲。我们来简单学一下这个方法。所谓趋势的反转3部曲，它需要用到阿哲趋势交易指标里面的彩虹带。那么这个指标呢，是阿哲中短线趋势波动交易过程当中所必须会去参考的一部分吧。虽然不是100%都会以此作为交易的判定，但是大部分会去参考。而如果您是订阅粉丝同学，那么这一个指标您是可以去进行体验使用的。那么阿哲认为这个指标分享给您，对您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我们是如何在30分钟判断市场的每一次上涨究竟是反弹还是反转？那么我们就要知道股价下跌当中，它的一个上涨幅度其实有不同的界定。像图中所看的是纳指30分钟，而它的彩虹带是有2种颜色。如果是一个黄色带，说明在本级别30分钟处于中短线的下跌波段；而如果是紫色带，就说明在中短线本级别是属于上升波段。这是一个对于级别的一个划分。好，股价之前的上涨，它只要每一次上涨碰到飘带，就是说它进入到了一个下跌趋势的压力区间。正常股价跌多了会涨会反弹，这是每一个散户都知道的。但这个反弹其实有很多需要研究的，它反弹是强是弱，它究竟怎么去界定？什么样的下跌反弹是正常的？什么样的反弹是不正常的？这个我们是怎么去判定的？何种反弹能够引发反转？这些我们都需要有一些明确的标准。那么这里阿哲告诉一下大家，如果您看的是彩虹带，价格下跌如果反弹，它碰不到这个黄色带的下沿，就说明它这一个反弹是极其的弱势，
空方是极其的强势。那如果股价能够进入到飘带之内收盘进入，那么就说明它是一种下跌之后正常的反弹幅度。那正常该怎么反弹？就应该收盘反弹到飘带之内。好，还有一种是多方不太正常的，就是股价下跌时它不应该出现的反弹，那么就是突破了飘带。只要突破飘带，这种反弹其实可以引发关注，而在飘带之下的任何上涨都不足为奇，都只是正常的反弹而已。所以股价走势呢，阿哲之前在盘中30分钟只盯一个动作，就是它有没有站上飘带，有站上我才看，没有站上基本上连打叉的一个资格都没有。好，那为什么之前的每一次上涨都是反弹，都不能够随便去做呢？我们现在要关注一下，一旦反弹超过飘带，你要开始计数，收盘突破的第一天为1，而1号 K 线的第二天，那么则为2号 K 线，这2根 K 线高点取最高的，低点取偏低的，那么我们会得到一个价格区间。好，它也算是一种趋势的关键 K 线。如果市场它真的要走反转，那么这一个 K 线的高点不应该是压力，它会很容易突破掉，而后股价的回调尽可能不要跌破它。那么这种形态下很容易走出一个延续的强势上涨，甚至能够接近反转，去出现反转。所以之前为什么打叉呢？因为它这个高点没能突破，包括这一波股价突破第一根，好，第二根 K 线就是压力，就不能过了。好，那么这种连突破都没突破的就更不用看了都不用看了。好，突破第一根，好，那么第二根就是2号 K 线，2根取偏高的又没突破，所以股价走势这些都是强势下跌，它都没有出现远超正常反弹、正常上涨的一个幅度。那为什么这个地方打了勾呢？因为这里是突破的第一根，好，这里是第二根，2根取偏高的，你会发现它还有上涨，还能突破，还能走出另外的3根30分钟的上行。好，价格走势这根 K 线的低点是不是回踩时没有跌破，而飘带由一个黄色转为紫色，这些内容都是我们在前几期视频都反复去讲、反复去谈的，只是呢没有说到30分钟而已。所以价格走势就是走了一波向上回落上涨的格局，这是周4和周5的行情。所以通过这个结构，至少周5那一天的上涨，你在之前周4的这一波下跌当中可以买到回踩的反包阳线这一天的买点。那么在个股的使用当中，也同样可以用这种技巧。什么叫做反转3部曲？首先一定要破飘带，不破飘带，在飘带之下什么样的上涨都先定义为反弹。好，突破之后呢，看两根取偏高的，而后偏低的支撑和压力。如果能突破并且回踩不破，飘带由黄色转紫色，价格走势大概率还有上涨。不能说它一定会反转，但是反转的概率会慢慢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只要后续不破飘带，都属于空方正常回调，那么不是强势回调，那么都 OK， 都还是趋势的延续。所以价格走势呢，后续阿哲希望下周不管日线怎么走，它不要去破掉飘带。一旦破掉飘带，你就要开始去数 K 线了。那么数 K 线的过程当中，如果连关键支撑都破，那么这一波反转趋势，那么市场将只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反弹，而不是一个反转。所以在下周30分钟，我们依旧每天盘中也还是会认真看一下这个飘带的表现，在30分钟支撑不能被破。目前这个飘带的下沿，它在30分钟呢是23125.63，当然这一个价格会慢慢的抬高所以现在呢是静态的盘后的数据，那么这个呢只能说做一个参考，后续盘中阿哲呢也会跟踪。而当你学会了上方所讲到的反转3部曲，你就会看到阿哲为什么盘中会这么去分析行情，那么阿哲怎么教大家的，那么阿哲在实盘当中也是怎么去使用的。那么接下来阿哲告诉一下大家，如果您目前订阅了阿哲，但手中没有彩虹带这个指标，那怎么呢去把它使用上，而怎么去获得它？其实很简单，您只要是订阅粉丝同学就能够找助教去激活。因为这个彩虹带指标呢，是阿哲专门为订阅粉丝同学所去特意备上的一个福利。您只要是订阅了阿哲频道，那么您会得到3重福利。不管您是老同学还是新同学，您只要目前还未激活过，还未使用过彩虹带，都可以找助教老师去进行领取激活。在订阅阿哲之后，点击右上角屏幕当中目前的小卡片，弹出的小卡片当中就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找到助教，而后激活我们3重福利即可。当然，如果您没有看到小卡片，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评论区视频底下呢，置顶评论有助教老师另外的联系方式都可以找到助教，而后去激活，去领取我们的福利。第一重福利就是彩虹带的1周体验权限，而第二重福利呢，是阿哲在频道当中每天美股开盘之前都会去写到的一个盘前广播。那么盘中的一个趋势跟踪不一定每天都会进行，
但是盘前的广播呢，每天都会去写到，所以在12月19号的盘前，那么阿哲就提前说过了，日线在周五盘前它其实就只是一个运线，所以日线呢是没有右侧买点的。但30分钟啊，我们说30分钟，它其实昨天的周四是有一个试错的去回调的买点。那么你只要看一下周五能不能延续趋势，然后去考虑加仓就行。如果不能延续趋势呢，趋势上做损单就行。它呢只是一个30分钟的一个提前买点。所以这些是我们的盘前广播第2重福利，那么希望这也能够对您产生一些帮助。而第3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主题课程，每周呢会有不同的一个主题班课，由阿哲和阿哲团队的老师共同为大家去讲解。像我们下周会讲一下有关于九转神级九转指标的一个使用，会有5节课程为大家去进行分享。那么第1节课程呢是周一阿哲的公开课每周都会有。那么这周我们就讲九转涨跌先知。这一节公开课是所有人都可以参加，到时候大家呢可以看一下香港时间早上周一的10点，大家可以参与。而后续12月的23号到26号，那么这一段时间内的课程就是我们的内部专属课程，只有订阅粉丝同学找到助教报名参与，才能够参加我们下周后面的4节课这都是不公开的课程。那么希望它也能够帮助到您，把技术分析如何用在我们的实战交易当中。感谢您首次相见的订阅，感谢您的支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第2部分。第1部分我们学习了有关 K 线以及趋势的交易方法。那么第2和第3部分我们来到个股的解析方面。对于指数方向有了一定的判定的依据和预判之后，我们对于个股就有一些策略上的制定了。目前的美股市场不管后续是真突破假突破，至少目前是强势突破。好，那么我们结合当下的运线方向，就是下跌停顿后转折向上，那么个股就找做多的标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1只标的是特斯拉。上期视频我们的一个观点对特斯拉是它来到一个关键位置，这个位置一旦产生长阳线或者说跳空的缺口等等一些行为，就说明一波强势的拉升行情可能要发生了。因为之前每到关键的高点的位置，其实市场它一旦出现这种长阳跳空缺口，而后高开连续的高开，其实市场当中就意味着一波空间的打开，强势的一个上涨。而现在其实又来到了有点相似的地方，是一个很大级别的高点，而这之中呢，它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下跌震荡筹码的收集，是不是跟前期这一个地方有点类似，也是一波下跌，然后相对长时间的筹码收集，然后再出现来到前高去进行突破上涨加速。其实在小级别上你也会看到这种行为，所以特斯拉这个资金的一个手法是有点相似的。目前呢，它的股性告诉我们来到了这附近又是一个很大级别的一个位置，就一旦这个地方突破它的级别，它的一个上涨，它的空间应该会远超之前我们所看的这些地方的级别的上涨。那么这种地方的突破一旦成功，空间打开，其实它就无所谓你是在哪里买的问题了，因为一路看涨就行。但问题目前特斯拉呢，就是还没有出现那样的一根阳线，所以你不知道它是处于哪个阶段，它是在这2个地方的阶段，还是说它是要来到这一个阶段。所以这种地方你一不小心太过于提前的去买进，就会出现问题。比如说最近就出现震荡，然后就可能会比较担忧，甚至呢发现英伟达等一众个股可能在上涨，而特斯拉还在徘徊。那么在这附近买入的同学，那么可能就会相对来讲难受一些，有种我在特斯拉里面躲牛市的一个感觉。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们等一个明确信号，可能再去交易会更加舒服一点。所以目前特斯拉这一个位置没有产生那种长阳明确的放量突破，甚至是缺口产生之前，我们其实不用太担心，因为它一旦真的产生后续的行情，它不是说你晚一天买它就没了它有很多的机会让你在后续去回调买进的。就比如说像前期这一波大行情是吧，股价的突破，你这里不敢买其实没所谓是吧，它真的是大行情的话，它股价后面回调你去买，其实依旧会有上涨空间。好，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一个市场呢，阿哲重新去画了一些新的一些趋势线。阿哲依旧还是保持观点，就之前这一波震荡收敛三角它很关键，所以阿哲呢还是取了这些地方的一个低点去进行一个延伸通道。那么当下你会看到由这一个底下的向上趋势线画的一些平行通道线，那么还是能够去回测出它的一个效果。像它用这个高点
和用这个低点所画的上行的趋势线，它的中轴线呢是之前这一波下跌时的一个支撑。我们之前所测的462的那个目标位，它其实就是这个低点到这个高点它的一个距离。而目前阿哲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去测算。好，那你会看到，刚好当时这个462的地方也是跟这一个趋势线它的一个 1.5 倍的投影是共振的。那么当前的一个股价刚好就在左边这个高点附近，而后它又离上方的这个趋势线又比较近。如果这个地方不能出现长阳线的放量突破，那其实它在这个地方走震荡，而后再去加速的可能性也是有。所以我们不用太过于纠结于它是否能够出现那种长阳和缺口，如果有的话，那是不是就会比较快一点？那它也有可能是用时间换空间，以震荡的方式去消化左侧的一个套盘或者说抛压，而后再出现这种加速行为。所以这两种可能都可以。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两种可能呢，它的一个走势一个关键的位置它都在哪里。首先底下这个缺口最好不要被实体阴线所跌破，因为这附近刚好也是之前的这个上升趋势线的地方，一旦破了，它可能就会进入到一个相对弱势的区间。所以想要走出强势行情，不管是震荡还是加速，它最好就在这个深黄色的地方趋势线上去运行。这就是目前阿哲对特斯拉空间的一个判断。我们再看一下短线趋势上它的一个彩虹带的表现。那么目前我们所看的就是特斯拉的一个图表。那么在图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K 线颜色的变化其实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你会发现它其实出现了一个变盘点，这里是2，这里是1，这里是2，然后这一天本来是阴线，却是阳线，所以它是一个变盘点。而刚好它近期组成了一个运线，是吧？高点495.28还没突破，股价在这之中去震荡，有一根大 K 线，还有一个小 K 线。好，这里就是一个运线的结构，目前它没有突破，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变盘点在这里有一个方向性的压力，运线这里有压力。如果它要选择方向，应该有一根不错的阳线去突破，就跟我们刚刚所说的空间有异曲同工的一种意思。所以价格走势呢，当前就是一个震荡。好，它其实可以选择震荡，然后等飘带靠近在这里附近出现支撑，然后再选择向上。所以特斯拉在这个地方呢，选用时间然后换取未来空间的可能性，会比直接走空间突破的可能性要更大一点。所以后续哪怕走震荡行情，这个地方特斯拉只要还没有那种 K 线出现它大概率应该不会像之前那样子去一览狂澜了，比较困难，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在震荡行情当中，如果真的来了，那么阿哲认为可能之前超跌的个股会比之前走的强势的个股可能会希望更大一点。那么当下我们再看一下飘带的一个支撑是 458.762 当前呢和这个缺口是共振的，所以底下特斯拉是有强支撑。在这里呢，一旦特斯拉出现有明显下跌反而可能是一些低吸机会，这个在日内可以去找到一些选择。所以以上是阿哲对于特斯拉的一个短线波段和空间上的一个看法。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Meta 的一个股价走势相对来讲不算很强，它又出现了一种现象，指数在上涨，但是它走势不强有一个相对不标准的运线在日线产生，而周线上呢就还是维持着九转这个周线是低点的一个看法，所以目前呢是属于2次的回踩，而周线上它其实也出现了冲高回落，有一点点运线的那种感觉，但是长上影线有点长，所以我们以实体去看也差不多走了一个反弹然后震荡。当下来说，阿哲还是更加看好它这里是一个底部的反转，只是170天线它目前还是有压力，能够站上去而后在这里震荡，阿哲呢会更加看好。当下呢就还在一个压力位之下在徘徊所以这里要小心它可能2次回踩的一个可能性。而我们最近在盘前广播所提醒到的一个买入点，它其实呢也是按前面这里去反手的，所以这里我们可以接受它在这里震荡和进行一个徘徊，但是最好不要再破这个低点，破这个低点就有可能要再往下去看一下9号 K 线附近的一个支撑。这是对于神奇九转在 Meta 上我们持续的一个跟踪已经跟踪了很久了。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它的一个趋势方向。那么当下我们所看的是 Meta 的一个股价走势，它其实跟指数30分钟的状态是比较类似的所以之前的价格走势我们可以看一下，再复习一下，就股价如果是黄色带突破是吧，第一根 K 线第二根 K 线然后有压力，突破的第一根突破的第二根有压力，这里突破了感觉是机会，但股价回踩呢并没有支撑，我们的买点更多的是回踩到紫色带附近。好，价格走势突破的第一根第二根，好，这里突破了，所以还是比较强势的，那么底下就会有支撑，在这附近找买点，价格呢出现了一个上涨。好，那么反弹到反转的3部曲，它其实就是突破回踩而后
第3部曲是再次突破。那么在第1部曲和第2部曲完成的时候，就回调找买点是博于第3部曲的一个形成。所以当前的 Meta 就是在这里买入突破，而后去选择看涨，那么它往上突破就构成了1、2、3啊。当然这个突破呢要真突破，就是收盘价突破，而后最好实体过半。好，后续我们就更加明确，每一次的回调紫色带附近是支撑，找买点去反复的滚动仓位加仓即可。所以这是我们反转3部曲当中，目前 Meta 走到第2部曲。那么价格走势，前方买点之后，就以前方的分形结构的低点作为防守即可。当前飘带的支撑是 653.59， 而后它的107天线是 687.717 啊，我们注意这个价位。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英伟达的一个行情走向，最近出现一个强势上涨，而后它也是跟指数一样的运线上破，而且是快速上破，所以结合它已经跌了比较长时间，到前低附近是我们之前所讲过的一个支撑点，这个支撑如果破了，下方的一个支撑还是比较远的。好，那么这个支撑点2次回踩没破，在前方的影线区间找到了一个支撑位，而后出现运线上破，上破呢是很强的，直接跳空上破，有缺口，有全部实体账上。所以这个地方是假突破的概率是要小很多的。所以目前的纳斯达克指数以及英伟达的这种运线上破动作很强劲，虽然3天时间还没有看到，但是已经从单根 K 线来看是大概率的运线上破的有效。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可以构成一种运线上破的追涨买点。不过当前它的结构依旧处于一种颈线位破位的状态，之前颈线位这里其实已经确认了有压力，而后突破是有效的，所以当下回归的时候，这里肯定还是先看压力。所以价格走势呢，当下还是属于一种相对的宽幅的向上震荡，但是它还是没有逃过，它是属于一种我们所说的下跌中继的可能性，所以它还有可能是用下跌后的一种持续的反弹而已。我们再看一下中短线的波段，比如说彩虹带的一个反馈，看到英伟达的彩虹带表现，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彩虹带。之前的这波下跌大跌，它是进入到一个蓝 K 被突破，再加上运线上破，所以这里呢是一个短线看涨点。不过它看涨的地方比较尴尬的一点就是它进入到了黄色带。我们说黄色带的一个上涨其实就属于一个反弹，然后到黄色带内收盘呢就属于正常的一个反弹。所以价格走势它要走反转，它还有一定的距离去走。所以当前的走势我们不能轻易的去看它反转，只能说呢你要看一下下周一突破之后。周2的那根 K 线，它2根里面取偏高的将是一个压力，所以到时候的英伟达在下周会有一个反转到反弹的一种压力点，那个压力点呢，一旦不能突破回落，将是一种反弹风险点。所以英伟达当下可以看涨，但是下周的前2个交易日将会产生一些风险的压力信号，那个地方将是对反弹的一个重要考验。而当下的飘带它的上沿，它这个压力是 181.523， 它这里可以作为第一个压力。以上就是特斯拉、Meta 和英伟达的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3部分，第3部分的第一支标的是谷歌。当前所看的是谷歌的日线图表。谷歌呢，在我们周5的时候出现了放量的一个上涨，而这个上涨呢，它没有突破运线，所以相对指数来讲弱一点点，但是它也构成了一个买点。这个买点是属于砸盘的一种买点。我们是不是说过，价格走势如果是回调时，它碰飘带之上出现了这个运线，如果突破就属于相对强势的买点。在飘带之内如果出现反包，那就属于正常的回调买点。跌破飘带属第1天、第2天，好，2天之中取偏低的为支撑，所以蓝 K 为支撑，而后2天里面高点取偏低的，那么为压力。所以这个地方突破了压力，而且实体过半，所以这个地方可以构成一种趋势绝处逢生的买点。那么这个买点博弈的就是这一波回调虽然破了飘带，但是并没有转势，那么没有转势在支撑点附近，它的盈亏比是合适的。因为如果这里真的没有转势我们的止损大概是这个区间，而后往上看呢，一般是前高趋势的延续。所以作为波段来讲这里是作为一个买点，而止损放在蓝 K 低点 297.45 附近。那么这一笔的买进之后，我们要关注一点，就是飘带不能产生压力价格走势如果产生压力往下，它就很容易走出反向，而后变成黄带。所以这个地方买点之后，下周要考虑的第一个短线阻力就是飘带的上沿。那飘带上沿是 312.213， 这里作为一个压力点。如果这里出现长上影线，或者说构成三小顶、冲高回落等状态，这里要快速果断的先高抛一部分。而如果强势能够回归账上，那么这笔交易大概率能够有所成功。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甲骨文。
甲骨文呢也出现强势上涨，跳空向上，但是它的结果目前判定还是和我们所说的英伟达是一样的，因为它还是黄带，而且黄带时间很长。好，这个时间点内呢，它想反弹到飘带附近，它都还没有碰到飘带，所以当前依旧是反弹。反弹的股票，我们哪怕要做，也只能说超跌反弹，看一个反弹，空间不要看太远，而后你的仓位不要放太重，整体小心压力上的反馈走弱就要跑。像之前这里是不是也很强啊？但是它也还是反弹，到飘带附近就是一个目标位，而价格又是170的压力，所以当时甲骨文出现了再次的破底。那目前是不是依旧低点在降低，高点依旧在降低？所以这些高点都是难以去突破的。价格走势这一波反弹，那么我们先看飘带的压力，而后再看前方170附近的压力。所以先看飘带附近的表现，飘带的下沿它是198.261，飘带的上沿是207.588，这个地方将是一种下跌趋势的强压力区，当前依旧只是反弹，正常反弹就是飘带之中。而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MSTR 呢就弱很多了，它也是运线，而且比较标准，但它是蓝 K 指数启动，它未启动突破，所以这种表现就相对偏晚了一点点啊，弱了一点。前方呢有长线影线，也是寻找了支撑，但是反馈不如英伟达那么强，所以等待反包阳线，把蓝 K 突破，运线上破，再看超跌反弹。当下的飘带的一个下沿是174.267，上沿是182.68作为一个压力区，依旧只是黄带下的止跌反弹行为。之后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微软，微软呢，它是不是也是在170附近和飘带这附近产生了一个夹咬区间？我们说飘带呢是中短期的一个支撑压力，那么170天均线呢就是一个中长期的支撑和压力，所以当下呢股价是在这里出现了停顿，因为两重支撑压力不同周期叠加在一起，这里要么是一个中长期趋势下跌行情的中继阶段，要么就是一个大底阶段，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去关注微软的表现。如果你是关注微软的，这里一定要好好看了，看一下这里会不会出现趋势飘带的转为紫色，然后股价回到170上，如果不是，它目前是下跌反弹，在这附近受阻，如果继续往下破低点，那么这里往下行走的趋势概率是更大的。所以当下的行情呢，它过了飘带第一天，接下来看下一根 K 线是第二天，两根里面取偏高的，当然这两根里面如果偏高的 K 线没有这一个高点高的话，一般来讲你应该选临近高点这个高点，然后股价它得要去突破回踩支撑找买点，这是一个比较 OK 的一种止跌信号，而当下还没有，还是一种相对的震荡上行，一不小心往下再破低点的话，那么这里就是趋势压力强劲，而后市场还要走中期的一个下跌。目前飘带的一个支撑，我们看到它的一个下沿，它的下沿是481.777作为我们的支撑，如果直接往下跌破，这是首先中短线的风险信号。下一只股票呢，我们再看到 AVGO 博通连续蓝 K， 蓝 K 是趋势交易指标当中阿芝所看的一个短线超跌的信号。那短线超跌，蓝 K 还在，就说明还未启动，它也是个运线。所以当前呢，我们需要一个行为，就是突破，最好是把这个运线上沿给突破，然后蓝 K 消失，我们看强力的超跌反弹。这空间还是有一定距离的，368.111，所以一旦突破，那么看超跌反弹，看涨即可。当下在还是蓝 K 时去买也不是不行，因为它出现了反包的阳线，而且有所放量。但这个买点呢，相对就要少一点，就是小仓位运线的第一个小买点。真正的买点应该是突破运线的高点之后。而我们最近所买的一个筹码都只是为了博弈超跌反弹，那么下方的支撑是321.42，可以作为你的一个止损价格。而后呢，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AMD 一眼看过去，你就会知道它是一个黄色带。那黄色带出现运线上破，那同样的它是超跌反弹，所以空间有限。我们看到它的飘带下沿已经被突破，那目前飘带上沿是218.336，所以当前如果你没有及时跟进，盘中没有找机会介入，那么现在出现日线上破，它已经是到了压力位附近，这个地方是比较尴尬的位置。所以如果之前没有买，那还不如呢等待有效的突破确认，而后回调去找回调买点，还会更好一点。现在如果还买的话呢，只能说博弈短线的维持加速，当到了第二根 K 线压力位出现的时候，也要小心的。所以目前走势呢，看一下，首先过第一个压力218.336而后不要跌破之前周五所修复的一个压力，这个飘带下沿是212.888一旦再跌破跌回来，
就要小心风险。目前依旧是黄带下的反弹。而后我们再看到的就是 HOOD。HOOD 是股价跌到之前的一个缺口附近，也是九转的支撑附近，产生了蓝 K 止跌，但反弹力度比较弱因为蓝 K 往上的时候，它的飘带转为了一个压力，因为它之前跌破了2根 K 线的低点，所以这个下跌超过了砸盘的一个区间，而后又是黄带的转向区间内，所以这里有可能是要走升幅的2次回踩，所以目前的飘带是一个压力，压力呢是 124.753， 我们得要它重新站回飘带，而后回踩不破才可以，它得要再完成一次1根2根的突破，因为之前这里1根2根见高点没突破，跌破有效，所以当下依旧要重新来一次，就是突破2根。如果这2根 K 线的高点不如之前的高点高，那一般来讲我们会用之前更高的高点作为一个压力来看，它得要突破回踩，再去寻找真正的下跌反转区间，而在这之前一切以反弹，而且是弱势反弹来看待。那么下一只股票呢是 APP 呢，我们在昨天的盘前广播当中，是不是跟 Meta 一样提醒的是一个买入的一个机会？因为它出现了一个蓝 K 短线超跌，而后在飘带之上，所以止跌。那么这里反包，那么是不是昨天出现了一个上涨新高？这是一个趋势交易的正常的一个逻辑吧？因为它之前这里是1、2突破，好，突破之后呢，飘带转支撑，然后它很强势的走了一波，再次回调的时候就是找买点的地方，买了之后呢，最低的目标就是新高，好，能够新高，后续飘带依旧是转压力，而我们更加希望的是新高之后是能够走一段距离，而飘带更远更高之后再找回调加仓，如果一突破就回来，那么这里有点风险，就有可能是一个假突破，不能够去收盘站上。目前只是引线突破，高点还没破，而且在732这个地方它最好下周要把它吃掉，好，那么站上去才算是有效突破。当前只能说第一个目标位到了但是按照目前 APP 的强势力度来讲，应该不止到这里，应该要有效突破才行。所以飘带的一个使用技巧，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上升趋势的一个回调买点的机会，以及下跌反弹时它的一个界定。如果目前你还没有激活彩虹带的一个使用权限，那么记得及时找到助教，在右上角弹出的小卡片当中及时找助教去激活彩虹带的使用权限。目前 APP 的彩虹带支撑是 678.179。那么当下我们所看的是 Circle 的一个图表，在之前连续下跌出现了抄底白 K 之后市场出现了一个反弹。不过反弹过程当中呢，它是最近出现了一个触及我们的一个紫色飘带，而后产生反包阳线的止跌动作，也是一个运线多次震荡之后的一个上破。在运线上破的一个过程当中，它这里算是一个反转结构吗？其实还不到因为之前这里突破的第1根、第2根，它这个高点是没有过的，所以没过的话，这里就还是一个压力，所以当前这里只能算是一个短线的看涨买点，但是目标位是比较近的，所以这个地方它的一个利益，或者说它的一个盈亏比不算是很合适，甚至可以说不太合理，所以这个地方可买可不买，更多的应该是突破左边高点之后找回调买点。而当前它的空间相对有所束缚，所以日内可以看日线的买点这里不是很好，而它的飘带下沿最底下的支撑是 80.26。 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SMCI 价格走势也是白 K 后的反包突破，它的空间呢稍微大一点，也是反弹，因为它上方的一个黄色带下沿是 32.607， 还有一点空间还算是 OK 的，有放出了一定的量能。价格走势也是破底过程当中跌破之后快速的有所收回，所以当前可以做一个相对可能的底部结构，但是只能先看反弹，因为它的一个黄色带还是处于压制作用，在黄色带内没有出现有效突破之前，我们还是要去小心一点。价格走势只能先看黄带的一个空间反弹，我们的防守位可以放在白 K 的下沿。那么下一只股票是 OKLO， 那 OKLO 的股价走势在下跌途中出现了一个蓝 K， 让蓝 K 出现运线也是上破，只是没有破运线的最高点，所以它选择了一个方向向上，但是还没有完全的一个坚定的选择，因为它只是破了子线，没有破母线。不过还可以，因为它构成了蓝 K 的一个买点，但是依旧和 SMCI 是一样的，构成的是反弹的买点。那么这里的下沿压力是 90.968，价格走势呢也是在破底之后选择的一个止跌。好，所以这里先看反弹，然后看反弹的力度，它能到哪个地方。你的止损位依旧可以放在前方蓝 K 的低点，也就是运线的下沿。我们再看到这个股票是 PLTR 是不是跟 APP 是差不多的，就是回调买点，只是它没有蓝 K， 但是回调之后呢产生了运线，然后上破，所以当下这里呢有飘带的一个止跌买点，也有运线上破的买点，
它调的力度相对的是震荡。好，那么价格走势呢，它这里就依旧可以看涨，而且甚至呢在短线上比 APP 可能还更强。所以当前看到飘带的上沿是 181.49 出现了放量的突破，那么这里趋势已经扭转之前的黄色带，价格已经走出了向上破2根，回调止跌有买点，而且能破左边高点，所以走了一个上涨结构。那么后续就回归飘带的一个上行，只待不破之前回调找买点。下只股票呢是 Coin 的话就还是在2次回踩当中也是呢在之前的白 K 附近有所止跌，但也只是刚出现运线，跟 MSTR 差不多，没有突破。不过呢相对来讲也是蓝 K， 价格走势即将临近九转，还没有到九转所以这里呢是观察的一个角度，还没有出现买点，最好能够出现突破 255.41 运线上破再去看。它的一个飘带离得比较近，是 260.8 作为所谓的压力，上沿呢是 265.944 作为一个压力。现在这股票我们再看到 Core 位出现了强势的反弹，而且一根阳线直接缺口向上把3根蓝 K 给突破了，这种止跌的力度比较强势这种止跌力度之后呢，一般目标可能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它已经突破这一个飘带的第一根，那么后续就是第二根，2根选其一就是压力。像之前这里是不是也是突破第一根，突破第二根然后高点有压力，那目前就是重新重复这个过程。如果价格走势依旧无法过2根 K 线的压力，那么就依旧为反弹，它一口气可能就把空间走完了。所以接下来周一呢有可能会走小 K 线，那么2根里面取高点做压力，而后关注它是反弹还是能够继续上涨突破。如果还能够继续上行，那么就说明这一次的力度是挺不一般的，后续看回调找买点即可。当下的话去追涨，那么阿哲是不太建议的，因为阿哲平时做的也肯定不是追涨，在黄色带当中呢就等待市场当中的一个突破有效回踩止跌去买入，而当下依旧是反弹，而且如果是反弹它的空间已经走了不少了。我们再看到下一个股票是美光科技，美光的话呢它就是依旧的回踩飘带有蓝 K 突破，股价继续看涨，而后有新高，所以当前走势呢不算很强，因为它之前的每次回调都不破飘带，最近开始频繁的破飘带，破飘带就说明股价的空方比较强，多方开始走弱，破飘带之后能见低点，那么这种地方其实就是它的空方在变强，而多方还没有完全走弱，所以目前维持一种震荡的态势，这种震荡呢算是一种强势的震荡，因为低点还能够抬高，而高点也能抬高，也能新高，所以每次回调呢找飘带附近的买点，当创新高之后维持之前的判定，多方不强的话，创新高之后一般空间有限，所以价格走势美光不适合去追，而适合回调的买入。那飘带是 243.579 作为当前的一个支撑，唯一的追涨买点可能就是这一根决策假阴线仿爆后的看涨点，但这种点呢属于追涨点，只能短线做追涨，而仓位肯定不能放太重。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亚马逊，亚马逊的话呢是蓝 K 止跌反弹，但是连续2天反弹都是上影线，在飘带附近有压力，而并没有有效突破。之前的每次反弹其实也是如此，所以这里呢在中期波段上还是偏弱的。我们只能说看一下股价它是否走一个大的一个震荡箱体，这里是震荡箱体下沿哦看涨，前面这里是低点是吧？这2个低点是有一点点这个反转结构的。那么目前没有创新低，那么当下呢还是有机会走一个大的收敛，然后向上去看，但这个过程中一定会伴随黄色带的有效突破和转为紫色带，目前没有的话呢就说明这个结构还在收敛当中，所以在这个过程不要随便的放太多的仓位，最好等待突破然后回踩再去寻找机会，当前的买点不算很好。以上就是12月20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感谢您的观看，更多精彩视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